苏先生，出事了！就在刚刚，联盟对骆驼发动了攻击，数千枚导弹在骆驼本土爆炸，骆驼高层死了一大批。诡异系统降临，各国都以诡异副本为战场。联盟怎么会发起现代战争的？联盟觊觎骆驼资源很久了，这次骆驼副本被攻略，诡异复苏到现实世界，联盟以帮解决诡异为借口发动了战争。实际上，他们是冲着资源去的，也是冲着我们来的。诡异复苏，联盟邀请了一大批地区。对，他们组了个联合队，叫破壁联盟，明面上是应对诡异复苏，实际上是冲着我们来的。因为恐惧值的设定被取消了，这对我们非常不利。他们想靠让龙茶副本里的诡异复苏来让龙茶覆灭。诡异复苏吗？要是中式恐怖里的诡异复苏了，那可真是要生灵涂炭了。所以我们得提前准备。既然联盟跳出来了，那就拿他们开刀。下一次国战就选联盟。对了，还有一件事，那个破壁联盟背后据说有旧神的影子。旧神？这也是我们刚刚得到的消息。旧神是传说中诡异力量的源头，1000年前被一位道人封印，现在封印松动了，各地区想利用他的力量，让我们的副本诡异在现实中复苏。1000年前，那位道人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我倒要看看那个旧神到底想干什么。苏神设计的副本还没人能活着出来。听说这次他们有旧神帮忙。旧神？那是什么？不知道，我也是听说的。反正这次没那么简单。国战正式开启。队长，直接烧了得了。别急，先看看这是什么地方。客人来了，买纸人吗？我闻过这个味道，上次这么闻的时候，我们队死了6个人。刚才那个纸人是不是看了我们一眼？纸人不能碰，碰了就留下。吓唬谁呢？妈的！我说过的，纸人不能碰。这些纸人是用人皮做的。不对，是纸，但有人血的味道，很新鲜，不超过24小时。好跳！规则，这是规则提示。那只要不碰就没事。没错，只要不碰就没事。这他妈是什么鬼地方？硬的，还是木头？它只是在变化，还没有完全转化。我们有时间。纸人做好了，客人要不要看看？什么？怎么会是我的脸？同化进度约 8%， 还在缓慢上升，每分钟大约上升 0.1%， 每分钟 0.1%， 那我们有1000分钟，16个小时。
对，只要不主动触碰，能撑到天亮。哼，不碰，那纸人自己会来碰你。他们在看我，因为你碰过纸人，你被标记了。滚开！哦，史密斯，他杀不死。对，就是这样。不，古曼童被同化了，同化会反噬操控者，被同化物品反噬，操控者承受双倍伤害，进度直接飙升到40%。老人家，您能不能告诉我们，怎么才能活着离开？纸人不能碰，纸地不能站，纸墙不能靠，纸门不能出。那还能干什么？等。等什么？等天亮。天亮前，如果你们还没变成纸人，就能活；如果变了，就留下陪我扎纸人。杰克逊的同化进度已经到了15%了。我感觉不到右手了。同化进度越高，失去的知觉越多，到30%，你的关节就会僵硬。那到100%呢？你会变成纸人，挂到墙上。不，我不想像他们一样。那就想办法。那个纸人不一样。哪里不一样？他活了。后院。后院。可恶，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后院什么意思？不该看的别看。他说了后院，后院有什么？后院是死人去的地方。我快撑不住了。1小时，正好过了1小时。他们每隔1小时会集体盯人。盯谁？同化进度最高的杰克逊现在25%，最高。被盯住的人同化速度翻倍。我不想死。老头，后院怎么进？后门，但一次只能进1个人，一次10分钟。进去能干什么？里面有一间小屋，贴满符咒，进去的人字画会暂停。那还等什么？杰克逊，你快进去！停了，真的停了。你是活人？你是谁？我是扎纸匠的女儿，被他困在这里100年了。当年我病重，他用邪术把我的魂封进纸人，让我永远活着，但代价是，他必须不断用活人做纸人
来维持我的存在。所以那些纸人都是活人变的。烧了我，封印就破了。但烧我的时候，所有人都会承受一次同化冲击，撑过去的就能活。10分钟了，杰克逊要是能出来，就说明那老头说的是真的。后院木屋里有个少女纸人，烧了她，接受一次同化冲击，我们就能活。不烧也是死，我40%，他40%。烧，数据上烧还有机会，不烧必死。谢谢你们，让我解脱。50%、60%、70%，太快了！我的孩子，我来找你了。数据，我需要记录最后的数据。大脚盆帝国万岁！约翰逊，我算出概率了，存活概率0%。苏毅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！可惜了，要是你们没听那个老头的话，或许有人能活下来。没有了恐惧值设定后，你们的戒备心反而降低了呢。副本为何没有消失？怎么感觉苏神越来越恐怖了？是啊，简直是摧枯拉朽，10个人一瞬间就全死了。嘿，苏神越厉害越好，那些外国人都是白眼狼，安稳了3个月又开始跳。你们快看，那是什么？苏神居然掌控着一只诡异，不是2只，那个灯笼也是诡异。你该消失了。是啊，该消失了。但你没有。是吗？我设计的副本，我知道什么时候该关，人死光了，副本消失，这是规则。或者，你想试试我的手段？我打不过他，不过这里是我的地盘，但我不想与你为敌。你所谓的规则是谁定的？系统。那系统又是谁？你设计副本是因为系统给了你能力，但你以为系统就是最高，就是一切。系统之外还有东西。救神，你知道？听说了一点。他醒了，或者说他一直在醒。你们打打杀杀这么多年，他看了这么多年，终于不耐烦了。从现在开始，副本不管有没有被攻略，都不会消失了。它会一直存在，一直等人进去。如果一直没人进去，会怎么样？里面的东西会自己出来。这是什么时候开始的？3个月前。3个月前，那不正是龙国国运永渡的时候？对，你们以为那是奖励，其实那是代价。系统给了你们国运，但也给了旧神一个缺口。系统和旧神是什么关系？这你得问他们，我只是个扎纸的。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，系统也好，旧神也罢，都不是你们人类能理解的东西。你们以为自己在玩游戏，其实你们才是游戏。走吧，下次来的时候多带点人，我这儿还空着呢。最后一个问题，你是什么？我只是个想多陪女儿几年的父亲。发生什么事了？还有，你最后召唤出来的那是？那是国运永固时系统给我的奖励，包括那幅画。现在看来，倒像是代价。果然，所有命运的馈带早已在暗中标注了价格。什么意思？以后副本不会消失了，它会一直存在，一直等人进去。
如果一直没人进去，里面的诡异会自己出来。这岂不是说我们设计的副本越多，到时候出来的诡异就越多？没错，但我们不能不设计，以后出来总比副本被攻略后出来要好得多。总之，我们都需要时间。救神吗？你想让副本里的东西都出来，那我们拭目以待。破壁联盟那边有动静了，这么快？他们等不及了。漂亮国联合队全军覆没的消息传出去后，剩下的国家都慌了。辅国、蚁路军、人妖国连夜开会，决定发动第2轮进攻。他们不怕死？怕，但我们收到情报，那个旧神不知通过什么方法给了他们承诺，只要能攻破龙国副本，就让他们的国运恢复。旧神他到底想要什么？不知道，但下一场国战已经定下来了。3天后，龙国对战辅国。辅国，血奴的老家。对，他们这次派出的队伍全是血奴，没有别的国家的人，说是要证明自己。哼，证明什么？证明他们比漂亮国强。行，那就让他们证明。那你好好准备，我先走了。你是谁？我就是你，1000年前的你。1000年前的我？对，或者说是你的前世。不必紧张，我若想伤他，你拦不住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1000年前旧神刚刚苏醒，无数诡异从裂缝中涌出，人间生灵涂炭。我用了10年，走遍天下，收服了7只最强的诡异，用他们的魂魄炼成7件信物，在轮回殿前设下封印，把旧神锁了回去。7件信物：鬼步、绣花鞋、照古镜、鬼灯笼、诡异山水画、红灯笼，还有一件在你体内。那一战我耗尽了所有，肉身消散，灵魂也4分5裂，但我留了一手，我把最后一缕魂魄封在了这幅画里。等1000年后我的转世出现及其7件信物，我就能告诉他，封印松动了，该你了。所以你等了1000年，就是为了等我来？对，也是为了让旧神等我。他以为封印1000年后会彻底消失，但他不知道我留了后手。你现在拥有的鬼步、绣花鞋、鬼灯笼、鬼新娘，都是当年我练出来的。他们认得你的气息，所以才会认你为主。鬼步、绣花鞋、鬼青娘，原来3只诡异的组合，怪不得我一直觉得他强得过分。那现在我该做什么？继续设计副本，继续让那些攻略组去死。每死一批人，副本就会多留存一份力量。等到8批人全部死在副本里，8座副本全部成型，封印就会自动加固。8批，看来就是8次副本之后。等到8批人全部死完，我会再次现身，告诉你下一步该怎么做。你会消失？会。这一缕魂魄只能从画中现身3次，今天是第1次，还剩2次。平常我会利用照古镜跟你沟通。记住，镜子里的你比你想的更了解你自己。下一座副本，好好看看。照古镜吗？这就是龙国的副本，一座老宅。队长，小心点，漂亮国的联合队可是全军覆没了。他们死是因为他们蠢，我们不一样。天亮前从镜中鬼手里活着离开。镜中鬼？那是什么？顾名思义，就是镜子中的鬼。好心提醒你们一句，别照镜子。
我刚才笑了吗？怎么了？没事，眼花了吧？这地方至少荒废了几十年了。那口井还在冒水，邪门。都小心点儿，别碰任何东西。至于苏毅刚刚说的别照镜子，不要信。什么？队长，怎么了？这镜子，没事，可能是光线问题。这副本到底什么规则？到现在什么都没发生。没发生是好事儿，熬到天亮就行了。我看是那个苏毅黔驴技穷了。也对，等攻略了副本，我要好嘲笑他一番。咦，我脸上怎么有个黑点？镜子脏了。快帮忙！别靠近镜子！死了，就这么死了，这也太快了。规则，一定是规则。那个井，那个镜子，都的邪门！出来！出来！别藏头露尾！你喊我？用力，用力！他为什么松手？一个一个来，别急。这副本根本没有活路，一定有规则。漂亮国那帮人是因为蠢才死的，我们不能也蠢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或者，我们做个交易，你告诉我这个副本的规则，我满足你一个愿望。和诡异做交易吗？看来是嫌自己死得不够快。我想代替你。镜子里的倒影似乎有些不对劲。什么？你进来这么久，照了那么多次镜子，还没发现吗？你每照一次，我就离你近一点。等到天亮，我就能完全出来。到时候你留下，我出去。他们在侵蚀我们，不能再照镜子，任何镜子都不能照。苏毅说的是真话，那酒水呢？那井也是镜子。跑！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冷静，那些镜子，他们只能通过我们照镜子的时候才能对我们动手。如果不照镜子呢？不照镜子，那井呢？那墙上的铜镜呢？这里到处都是镜子。我知道了，只要闭上眼睛，不看任何能反光的东西，就能安然无恙。苏毅也不过如此。
别动，别睁眼，他自己找死，活该。还有多久天亮？不知道，至少还有4个小时。4个小时，我们撑得住吗？闭嘴，别说话。有东西！你，我说过，我来代替你。已经照过了镜子，闭上眼睛又怎么能逃过死劫呢？不要！太天真了，除非你们一开始就闭上眼睛。我感觉不到自己的脸了。坚持，马上天亮了。成功了！我们成功了！苏毅也不过如此嘛，垃圾！这是什么？不可能！天亮了，我们活下来了！苏毅，出来！你不遵守规则！我并没有违反规则，从一开始你们就注定失败。看看自己吧，你们确实活下来了，但活下来的是镜子里的人。真正的你们，从第一次照镜子时就已经留在镜子里了，只不过你们不自知而已。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，从现在开始，你们是镜中人，而镜子里的那些会替你出去。可惜啊，明明提醒过你们的。不，你那不是提醒，是暗示。如果不是你说不要照镜子，我们不会下意识的去看镜子。Bingo， 答对了，可惜没有奖励。是你。我说过，镜子里的你，比你想的更了解你自己。现在，你看到了吗？看到了，镜子里的我在看着我。对，从你第一次照镜子开始，他就一直在看着你。等你什么时候准备好，他就会走出来。走出来，然后呢？然后你就知道你真正怕的是什么了。怎么样？辅国那帮人比漂亮国那帮还蠢。我提醒他们别照镜子，他们偏要照，然后一个个被镜子里的自己弄死。那副本呢？还在，和纸人匠一样没消失。墙上那面铜镜里多了5张人脸。所以以后每次副本结束都会这样？对，每一批死人都会变成那个蛇腹纸人。等凑够8批，那个道人说封印就会自动加固。8批？那要死多少人？不是人命，是国战。他们想攻破我们的副本，让诡异复苏，让我们灭国。那我们就让他们死在副本里，用他们的命加固封印。这是战争，谢哥，不是请客吃饭。破世联盟不会停，他们背后有旧神撑着，一定会一而再再而三的派人来。我们就一而再再而三的让他们死，直到旧神放弃，或者直到我彻底失败。又死了，又全死了。这已经是第2批了，漂亮国那帮人、辅国这帮人都死了。下一批是谁？急什么？那个苏毅不过是在拖延时间，他以为用这些副本就能拦住我，可笑。大人，那我们应该怎么做？继续派人，派最强的。血奴不够就用古曼童，古曼童不够就用诅咒，诅咒不够就把你们自己的命献上来。8批人死得越多，越对我有利。你们以为他在加固封印，错了，他在帮我。帮您？每一批人死在副本里，副本就会多留存一份力量。等8批人全部死完，那8座副本就会连成一体，变成一座巨大的门，一开，我就能出来。那我们的人是……但你们别无选择，
因为如果我不出来，你们也会被苏毅一个一个收拾掉。绞盘怎么亡的，你们忘了吗？那我们干脆就送普通人进去，让苏毅杀，快速杀掉8批人不就行了？白痴，副本都是苏毅设计的，里面的诡异和苏毅有精神上的联系，他们本质上是守门人。你们攻略成功副本，让诡异复苏到现实，就等于守门人离开，到时候我出来时才能多保留一份力量。秀娘，下一个是你们了。你选好了？选好了。这个副本比前2个都难。我知道。记住，秀娘的针每一下都会扎在身上。你设计的规则，将来你自己也要遵守。等着看吧。听说这次是人妖，全是古曼童，邪门又怎样？苏神是无敌的。古曼童那东西不是挺邪门的吗？无敌，无敌，无敌！秀庄，哼，苏毅，你的无敌神话，今天就由我来踩在脚下。我拭目以待。那是什么？这地方邪门。怕什么？我们有古曼童。客人来了，要绣嫁衣吗？你是谁？我是绣娘。你们来我的绣庄，不知道我是谁也好，不知道最好。知道的人都已经变成绣品了。那些人都是以前的客人，他们来我的绣庄想绣一件嫁衣，我就给他们绣。绣完之后，他们就留下了。你们也会留下的。别被他吓住，我们有古曼童，去！什么？古曼童用死鹰做的，我的绣花针专克这种东西。下一个谁来？队长怎么办？别慌，一定有规则。你想让我们绣嫁衣？对，一人一件，天亮前绣完就能活，绣不完就留下，就像他们一样。我们都是男人，针线活我们不会啊！不会，没关系，我教你们，一针一针的教。这怎么绣？每绣一针，身上就多一道伤口。那绣完一件嫁衣，不得被扎成筛子？而且会失去记忆。苏毅，这种规则难道不是无解的吗？我从来不设置无解的规则，至于活路，慢慢找吧。我来。绣嫁衣会失忆，是因为你们一针一针把自己的灵魂绣进了嫁衣里。一针一道伤口，还真准。这速度，坤沙根本绣不完。这速度，天亮前根本绣不完。那你们就快点吧，小心伤口感染化脓，死在这里。等你们死了之后，我会把你们绣进去，
让你们永远留在这里陪我。我不行了，我不行了，不秀了，不秀了，死也不秀了。好，那我满足你。不秀的人就是这样。该死的，必须尽快找到规则的漏洞。没想到顾曼童居然一点用都没有。我记不清自己叫什么了。我也是。我刚才还想说什么来着？失记忆，秀一寸，失去也记一地。你们秀得太快了。队长，我们还剩多少人？8个，不对，7个，也不对。快了，快了！天亮前，你们都能完成。我快完成了，队长，我也快了。这是我吗？对，那是你。等嫁衣完成，你就永远留在那朵花里了。不，没用的，从你们拿起针的那一刻就已经注定了。我完成了，可以走了吗？可以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你完成了嫁衣，但你的灵魂已经留在嫁衣里了，能走的是你肉体。不过很可惜，看来你的肉体没有独立存活的能力，所以你要死了。不，你违反了规则！我完成了秀衣，你不能杀我！苏叶，出来！你作弊！还没明白吗？什么？绣嫁衣会失忆，是因为你们一针一针把自己的灵魂绣进了嫁衣里，而规则里说，绣完嫁衣的人能活，但没说绣完的嫁衣必须留着。对啊，灵魂被绣进了嫁衣里，等嫁衣完成再毁掉，就能让灵魂回归。毁掉它，只要毁掉它，我就能活，副本就能被攻略。不，我不甘心，我不甘心！可惜，就差一点。全员死亡，副本攻略失败。死了，又全死了。该死的苏毅，阴险狡诈！那3个人是我们最后的精英了。虽说这样有助于旧神复苏，可这么死下去也不是个事儿啊！难道我们加起来都不是龙国的对手吗？下一批，让我们的人上吧。我们的人聪明，你们能有什么精英？别小瞧我们，我们也有药物战士。破壁联盟那边有消息了，这么快？他们疯了，好像不在乎一切，疯狂的堆人。这次是以列国的人，全是药物战士。药物战士？那东西在副本里有用？不知道，但以列国的人说，他们的药能让人完全失去恐惧感，就算看到最恐怖的东西也不会害怕，这样能让他们更镇定，找出你规则的漏洞。不害怕？那他们怎么知道什么时候该跑？
我看他们是忘了辅国在迎亲出殡那场副本里的教训了。对呀，恐惧是人类的本能，是提醒你危险来了的信号。没了恐惧，他们连自己快死了都不知道。3个月前，辅国就是因为血族战士没有恐惧，才在最该跑的时候没有选择逃跑，而导致了全灭。具体细节可观看《诡异国运》第1部了解哦。鬼戏楼有意思。苏毅，你无敌的神话就由我来终结吧。哼，不着急，先看戏。我倒要看看你耍什么花戏。就这，没有规则提示？没有，那就我们自己找。先坐下。列位看官，今儿个唱的是《铡美案》。这破戏有什么好听的？听也听不懂。队长，不如我们直接掀了这戏楼。队长，我们直接掀了这戏楼。死了？就这么死了？戏已开唱，没看完就想走，是不是太没有规矩了？不想看可以，闭上眼睛，捂上耳朵，别打扰我看戏。该死的！规则1：戏开唱后，不可擅自起身离开座位，违者会被黑暗触手扭曲成纸片。都坐好，不准乱动。不想死就仔细观察，找出所有隐藏规则。苏毅的话不是提醒，是陷阱，也是线索。队长，你看那陈胜美的脸谱是不是在动？我刚才好像看到她的嘴角动了一下。别盯着戏子的脸，尤其是脸谱，先记下来。疑似规则，不可长时间注视戏子脸谱。所有人目光要么放在戏台角落，要么闭眼捂耳，不准直视戏子。哪有那么邪乎？不过是个戏子罢了。规则2：注视戏子脸谱超过2息，会被同化，化作戏子雕像。贪心看戏，终成戏中人，可惜了。队长，桌上的茶杯能碰吗？我有点渴了。不能碰，未知的东西一律不能碰，这是副本的基本准则。别看苏毅一直在喝茶，他是设计者，自然不怕，但我们不行。
列位看官，好戏才刚刚开始，不守规矩者皆入戏中，永无宁日。队长，柱子上有字，好像是规则提示，写的是戏衣不碰，戏音不扰。后面还有几个字看不清楚了，记下来。规则4，不可触碰戏子的戏衣，不可打扰戏子唱戏。所有人不准发出太大的声音，哪怕是咳嗽、呼吸过重都不行。规则4，不可发出任何干扰唱戏的声音，违者会被戏子的水袖勒死，并化作戏衣。还有规则，一定还有隐藏的规则。苏毅一直在暗示，他的动作、他的话都是线索。他刚才一直在打节拍，和戏腔的节奏一样，这会不会也是规则的一部分？或者他一直在误导我们？试试看。队长，我怎么了？规则5，不可模仿苏毅的动作，违者会逐渐透明，直至消失。该死，他是故意的，故意用自己的动作做误导我们。我可没逼你们模仿，是你们自己要猜的。规则藏在眼前，能不能分清真假，全看本事。队长，班主的手印和苏毅刚才喝茶时的手势一模一样。不好，这是陷阱。刚才队员9模仿的是苏毅的节拍，而班主的手印才是真正的关键。规则6，不可直视班主的手印，违者会被无形之力攥碎心脏。队长，还有多久天亮？我们已经撑不住了，规则太多，根本防不胜防。快了，再坚持一下。我们已经找到6条规则，只要不触碰任何禁忌，熬到天亮就能活下去。列位看官，戏快唱完了，该选压轴戏的主角了。规则7，不可让任何物品掉落，发出多余声响，违者会被班主揉成纸片。队长，我们真的能活下来吗？还有这么多规则，我们根本记不住。能，我们已经记住了所有规则，只要再坚持一会儿，天亮就好了。苏毅设计的副本不可能无解，我们一定能找到活路。无解？不，有解，只是你们从一开始就选错了路。
你到底想说什么？什么叫我们选错了路？我们已经遵守了所有规则，为什么还是会有人死？哼！戏唱三出，鼓响三声，全员鼓掌，喊出好戏落幕，即可活着离开。所有违规规则皆为考验。你们失败的原因，从来都不是规则太多，而是你们太谨慎，太执着于规避违规，反而忽略了最关键的攻略提示。不可能！你从来没有提示过我们，墙上的字我们根本看不到。我提示过，刚才你的人看到的细衣不碰，细音不扰，后面还有半句是鼓响三声，掌声相和。他的位置看不清，可你的位置是能看清的，但你只看到了前半句，就急于记录规则，忽略了后半句。我刚才打节拍不是为了误导你们，是提醒你们注意戏的节奏。鼓响三声就是攻略的信号，可惜你们把我的提醒当成陷阱，还定下不可模仿我动作的错误规则。我们明明有机会，鼓响三声时全员鼓掌喊出好戏落幕，就能活下来。没错，你们从一开始就陷入误区，以为核心是不违规，却忘了副本的核心是找到攻略。那些违规规则只是考验判断力与勇气，敢在规则里找生机，敢尝试，才能活下去。你们有无数次机会，第一次铡美案落幕，第二次霸王别姬落幕，第三次就在刚才，皆是鼓响时机。可惜你们每次都在警惕亏，从未想过主动触发攻略。看官，戏已落幕，该留下了。全员死亡，副本攻略失败。好戏，好戏呀！10位看官入座齐全。那个所罗门确实聪明，他记下了7条规则，1条都没犯。可惜又死了，10个精英就这么死了，加上漂亮国那批、辅国那批、我们那批，已经4批了，40个人，40条人命。不可能！所罗门是我们最聪明的人，他记下了所有规则，他1条都没犯，为什么会死？因为他太聪明了。聪明人总以为只要不犯错就能活，但他们忘了，这个游戏里不犯错只是及格，找到正确的路才是满分。你可算回来了！鬼泣楼副本的画面全直播，那批以列国精英居然栽在了自己的谨慎上。哼，破壁联盟那边都疯了，以列国代表当场崩溃，毕竟所罗门是他们最后的底牌。有什么新消息吗？他们发现了你这次设计的几个副本都是注重规则类型的，所以高来国派出了逻辑之眼小队参与下一次副本。里面全是顶尖的逻辑学家，专门破解规则怪谈。逻辑学家，正好，下一个副本是最讲规矩的地方，最适合治他们这种钻牛角尖的人。
这次是高卢国的逻辑之眼小队，听说全是顶尖逻辑学家，专门破解规则怪谈的。逻辑学家？那岂不是和苏神的智斗对上了？这下有好戏看了。别吹了，前几批的精英哪个不厉害？还不是全折在苏神手里。一桩中式恐怖经典场景。苏毅，你的规则怪文，这次我会拆得一干二净。正好，这副本最适合讲逻辑的人了。成为合格的义庄守夜人。义庄守夜人须居，亥时3刻，须为9口棺木各添一炷香，香断则补，不可断燃。长明灯共9盏，分至棺前，灯油不可洒，灯火不可灭。义庄内的纸幡不可触碰，风动翻动不可手动。棺中尸体若有变动，须以黑狗血淋之，不可近身。子时过后，不可回头看身后的脚步声。丑时3刻，须将义堂门前的阴阳路扫净，不可留纸钱。下阙。守夜人须知，看来我们扮演的是守夜人，而且任务是残缺的，我们必须补全规则，同时完美执行，找到活路。苏毅，这可是我的强项，你要栽在我手里了。是。队长，亥时3刻快到了。规则1，亥时3刻，须为9口棺木各添一炷香，香断则补，不可断燃。我刚刚看到了香烛在供桌下，我们快添香吧。等等，规则说为9口棺木各添一炷香，但棺木有编号，从1到9，香也分粗细。你们仔细看，1号棺前的香灰更厚，说明香更粗，对应粗香。要是点错了，很可能出现不好的事情。队长，还好你观察仔细，我们差点就错了。规则的每一个细节都有深意，继续观察。规则4，棺中尸体若有变动，须以黑狗血淋之，不可近身。快破它！慢。规则说棺中尸体若有变动，须以黑狗血淋之，但异动分轻重。棺盖只抬了一指缝，是气动，不是湿动。看，3号灯的火苗偏了，是灯油不足，气流带动棺盖。我们应该添灯油，不用黑狗血。队长英明，要是泼了黑岛血，恐怕就违规了。确实聪明，可惜聪明反被聪明误。子时过后不可回头，记住规则5，脚步声是幻觉，都给我闭上眼睛。他停在我背后了，消失了。还是说他就站在我背后等着我回头？规则说不能回头看，那如果我不回头呢？他走了，睁开眼睛吧。太险了，队长，我们已经完美执行了3条规则，还没出现伤亡。还没到最后。丑时3刻的扫阴阳路是关键，也是规则残缺的核心。规则说扫净阴阳路不可留纸钱，但阴阳路分阴阳，白纸钱在阳面，阴面空着，如果全扫，就是时断阴阳，必然归规。只扫阳面的纸钱，阴面不可碰，这是补全的第7条规则。
队长，下去的规则找到了。守夜须知补益，寅时一刻，须为九官木盖棺钉死，不可留缝隙。完美，这就是最后的规则，补成所有规则。钉死棺木，我们就是合格的守夜人，天亮就能离开。别慌，用黑狗血！队长，黑狗血没用，规则错了。不可能，规则是补全的，执行也没有错。难道？规则没错，执行也没错，但你们从一开始就理解错了守夜人的含义。我的身体动不了了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们明明已经成为合格的守夜人了！义庄的守夜人从来不是活人守死人，而是死人守活人。你什么意思？规则明明说了，成为合格的义庄守夜人，我们做的没有错。今夜守夜，闲人莫入。这义庄本就有5个守夜人，就是棺里的这5具尸体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规则当然是真的，可它不是你们的规则。你们的规则其实从始至终只有一条，那就是系统血字提示你们的寅时之前活着离开。义庄的本质是暂存，不是死守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想说的是，其实这个副本很简单，简单到只要在你们寅时之前离开义庄就可以活。你们的逻辑让你们找到了规则的完美解，却也让你们堵死了活着的出口。聪明人最难教的就是别想太多。我没听错吧？苏神最后说的那些话，规则是真的，但不是给活人定的。我操！我懂了，那本守夜须知根本就不是给连诺他们看的，是给那9具尸体看的。那9具尸体才是真正的守夜人。所以雷诺他们补全的每一条规则，执行的每一次守夜流程，都是在帮那9具尸体完成守夜人传承。这他妈谁能想到啊！他们以为自己是在找活路，结果是在给自己办葬礼。等，让我捋一下。义庄门口挂的木牌写着“今夜守夜，闲人莫入”，这话是对活人说的。但雷诺他们以为自己是守夜人，所以他们进去了。进去之后，他们看到守夜须居，以为那是自己要遵守的规则。他们每发现一条规则，就觉得自己离活路近了一步。每完美执行一次，就觉得自己做对了，结果他们是在给自己挖坟啊！这已经不是陷阱了，这是降维打击。笑死我了！那群高龙国的人，一个个以为自己聪明绝顶，又是推理又是试验，结果全死在太聪明上。雷诺临死前那个表情，你们看到没有？眼睛瞪得跟铜铃似的。他终于明白了，但晚了。服了，我真的服了。苏神这脑子怎么长的？等等，那如果雷诺他们一开始就发现这个活路，直接迈出去，那这个副本岂不是太简单了？不简单，你想想，你进了义庄，看到满屋棺材，看到墙上的守夜须知，你会不会觉得守夜是关键？
你会不会觉得不守夜就会触发死亡机制？你敢不敢在什么都没发生的情况下，就这么推门走出去？所以，不是副本简单，是人的心理太复杂。越是聪明人，想的越多，越不敢走那条最简单的路。雷诺他们输给了自己的脑子。5批了，50个人全死了，我们还能派谁？继续派人，这一次我亲自帮你们。大人，您要出手？我会给你们的人注入一丝神性，让他们拥有超越常人的感知和力量，所以那些把戏在他们面前将无所遁形。多谢大人，我德之国愿为先锋。记住，你们只有这一次机会。破壁联盟那边有动静了，旧神亲自出手，给德意志国的新队伍注入神性。领队的叫弗里茨，据说现在半人盘神，能感知到你副本规则的破绽。神性，那就让他们来试试。我的副本最不怕的就是神。鬼庙，庙里供着什么？供着他们自己。鬼庙守则：1. 庙内共有10尊神像，对应你们10人，每人需找到属于自己的神像，并向他上香跪拜。2. 上香时不可和神像对视，违者化作10像。3. 每尊神像被一人选择，不可重复。若有2人选中同一神像，后现者需立即更换，否则神像发怒。规则清晰明确，只要找到属于自己的神像，上香跪拜，等香燃尽就能离开，没有隐藏规则，没有不清不楚。苏毅，这次你输定了。队长，怎么找到属于自己的神像？有什么提示吗？我们都有神性加持，能感知到一些东西。神像之间有不同的气息，只需要仔细分辨就能分辨出来。欢迎来到鬼庙，规则都在石碑上，同狗不欺。祝你们好运。苏毅，这次我不会让你得逞。那就进去试试。10尊神像，10个人，正好1人1个，但怎么知道哪个是我的？会不会是按照我们的性格？比如这个凶的对应脾气暴躁的人。我能感觉到这些神像上有不同的气息，有的温热，有的冰冷，有的在呼唤我。这尊是我的。队长成功了，看来很简单嘛。等等，我先来的。规则说每尊神像只能1人选择，我先看中的。规则3，若有2人选中同一神像，候选者需立即更换。淬火，你换一个。可是我觉得这尊才是我的。神性告诉我，这尊确实有感应，但你先让淬火上香，如果错了，他再更正，你另找。都完成了，接下来就等香燃尽，守护神显灵，指引我们离开。怎么回事？他们违反了什么规则？难道和神像对视了？我一直看着他的，他们3人跪拜时都是低着头的，难道神像选错了？我没有，我只是看了一眼香炉。
规则2说，上香时不可和神像对视。他看了香炉，香炉是铜制的，会反光。那怎么办？我们周围到处都是反光的东西，铜香炉、铜烛台，甚至地面都可能反光。从现在，所有人低头，只能看地面，不准看任何能反光的东西。香炉尽量放在正前方，不要看香炉里的倒影。队长，香燃尽后，守护神真的会显灵吗？规则是这么写的，只是看我们能不能正确执行。那如果我们的神像选错了呢？规则5说，若选错神像，需在香燃尽前更正。对，我们得确认自己有没有选错。怎么确认？也许神像会给我们提示。队长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血泪是提示你选错了，还是选对了？香灭了。规则说香不可灭。不对，规则没说香不能灭，只说香燃尽前不可离开。香灭了怎么办？规则5说蒸正时要先熄灭原香，也许香灭了就是提示你选错了，需要更正。快，换一尊神像，重新上香。他成了神像的一部分。队长，我们到底该怎么做？选错了会死，更正也会死，那还有活路吗？我的神性告诉我，这些神像都是活人变的。你们看，每一尊神像的脸是不是有些眼熟？这些神像就是之前死在这里的人。对，他们死后变成了神像，永远留在这里，而我们也会变成其中之一。不一定。规则说，香燃尽后，守护神会显灵，指引我们离开。如果我们选对了，守护神会指引我们离开这个鬼地方。怎么才能选对？我们根本不知道哪个神像是我们的。规则没有说选对的标准，但提示就在我们身上。你们看，每一尊神像的底座上都刻着一个字，是名字，是我们的名字，不是生肖，鼠、牛、虎、兔，12生肖。我是属虎的，这尊是我的。我明白了，规则没有说选对的标准，但提示就在我们身上。你们看，每一尊神像的底座上都刻着一个字。别慌，规则说守护神会显灵，指引我们离开，他们就是来指引我们的。出口，我们成功了。不对，如果出口这么简单，苏毅为什么要设计这些规则？5等皆在此。他们在等人，等谁来？等我们？别进去，那是陷阱。选对了，你可以离开了。离开去哪里？去变成另一尊神像吗？离开这间庙，去下一间庙。哪一扇是真的？告诉我！半人半神，在这里，神也得变成神像。规则都是真的，没有一条是假的。只是你们理解的离开和我的离开不是同一意思。
又全灭了，连有神性的人都……苏毅，好手段，连我的神性都能困住。大人，我们还要继续吗？继续？为什么不继续？死的人越多，离我出来就越近。下一批我来选人救神死士。救神死士是我用自身神力炼化的傀儡，没有恐惧，没有疼痛，只懂执行命令。大人，救神死士真的能攻破苏毅的副本吗？连有神性加持的弗里特都被困在了无尽循环里。继续？为什么不继续？死的人越多，离我出来就越近。莫影，带他们去攻破苏毅的副本，把龙国的诡异引出来，松动封印。记住，不计代价，哪怕同归于尽。遵旨。苏先生，不好了！救神亲自出手了，派出了10名救神死士，是他用自身神力炼化的傀儡，没有自主意识，不怕疼，不怕死，只懂执行命令。傀儡，正好，我设计的副本最擅长对付的，就是没有脑子的傀儡。可他们不一样，救神给他们注入了神力，能抵抗一部分诡异的攻击，而且他们没有自主意识，根本不会被规则陷阱误导，也不会有恐惧、犹豫，只会一味地往前冲。没有自主意识，就是他们最大的弱点。他们只会执行命令，却不会变通，不会思考规则背后的深意。这恰恰是我最容易利用的地方。下一个副本就这里，阴婚之事最讲规矩，傀儡不懂规矩，只会死得更快。阴婚教铺，这里面有什么诡异？里面有他们最想要的东西，也有他们最害怕的东西。旧神想让他们引动诡异，我就顺水推舟，让他们成为阴婚的祭品，既解决了他们，又能加固封印，一举两得。记住，阴婚仪式一旦开始，不可停止，否则你也会被卷入其中。我知道了。苏毅，我们将踏平这里，让龙国覆灭。踏平这里，先看看你们有没有这个本事。欢迎来到阴婚教铺，副本规则就在教铺门上，自己看。执行命令，选择轿子，进入教中，找到副本核心，引动诡异，忽略所有规则，遇到阻碍直接摧毁。真是听话的傀儡，可惜听话的人往往死得最快。第一个违反了规则2，触碰了教内的红盖头。傀儡就是傀儡，连规则都懒得看。规则5，看到与自己一模一样的轿夫，需立刻更换轿子。可惜你们听不懂，连规则都不看，救神养的果然是一群废物。不可能，我有神力加持，怎么会被铜镜困住？这面铜镜是照古镜的碎片，专门克制救神的神力。你额间的救神印记就是最好的诱饵，它会主动吸引你触碰铜镜，然后吞噬你的神力，反噬你的身体。敢碰我的轿子，死！毫无挑战性，还不如普通人。一群无用的废物！苏毅的副本正在收缩封印，我的力量被不断压制。既然常规犯无用，那就用神力强行破局。这是世界中迷小队和五强归勇角李阔李廷带的西秦横烧一道封印，自我们兄弟的巨木作战从未失手。大人，我的刀
只斩最硬的骨头。好，去吧，撕碎他的副本，把龙国拖入地狱。苏先生，出大事了！旧神把一部分力量赋予了破背联盟，他们利用这股力量，强行将副本里的诡异能量投影到了我们龙国境内。现实投影，伤亡如何？ A 都、B 城、C 城3座城市的深夜街道上，同时出现了身穿白衣、正带笑容的幻想。他们每在副本里死一个人，就会有一只诡异投影到龙国现实中，拿我龙国百姓的命来威胁我。旧神，你还真是不知死活。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启动副本重组，我要将鬼戏楼、亦庄、阴婚教铺3座副本在空间维度上强行重叠。既然他们想投影，那我就亲自进入副本，从内部把所有的诡异能量全部拦截下来。这不是单一场景，3个空间重叠了。听说你们想破我的局，你就是苏毅，受死吧！别急着送死，先看看你们有没有那个命脱掉这身戏服。听说了吗？刚才那条街上有纸人抬轿子，太可怕了！苏神一定会保护我们的，对吧？保持战斗队形，分成3组。猎鹰，你带 A 组5名雇佣兵搜索1层大厅 ，B 组3人去2楼 ，C 组有5名救神死士和2名雇佣兵留下死守出口。队长，你看我们的影子。猎鹰，带你的人试试看，跟上台上那个武生的动作。是。我的皮肤怎么出水了？戏如人生，各位演得真卖力，只可惜，在我的戏楼里，演得越像，死得越快。啊！我的脸！开火！把台上的东西全给我打碎！不许动！异常调查员。队长，这屋子里根本没人，可是仪器录下来的唱戏声太清晰了。戏服乃诅咒之源，脱去外甲衣服，赤身可破幻象。等等，不要轻举妄动，这可能是陷阱。中式规矩，最讲究的就是个体面。在我的戏楼里，众生皆为客，入座即入局，衣即是皮，赤身露体可是大不敬，是会被敌将看重的。撤退！放弃任务！所有人立刻向出口撤离！前辈，不要看台上！那是猎鹰死的时候，他们在演我们。闭眼！所有人闭上眼睛，这是精神重燃。这戏楼有规矩，戏开场了，课就得听完。苏毅，你这算什么本事？有种下来真刀真枪的干！戏楼有3出戏，第1中演你们的过去，第2中演你们的死法，第3出演你们的活路。想活，就得撑到第3出。目标：摧毁戏台。
这第3出戏由你们来演，我是听戏人。规则很简单，每人上台唱一段，唱你们的真心话，唱出你们这辈子最怕、最不敢面对的事。唱得好，唱得真，我放你走。我原本有个家，我为了给病重的妻子筹钱复仇，才当了杀人犯。我杀了12个人，每一晚都梦见他们的眼睛。警告，那是锚点转移，他不是离开了，他变成了更深的副本机体。没有灵魂的东西，连戏都唱不了。这戏楼不留哑巴。苏毅，你这是让他们去送死！救命！怪物啊！苏毅，我明白了，你让我们唱真心话，是为了让我们的精神与副本彻底同步，好让外面的投影更加真实。你很聪明，但你只猜对了一半。投影确实会加重，但那不是我要的。旧神在借我的手，利用你们的负面情绪作为能量，你们闯得越深，锚点就越强。既然旧神想要锚点，那我就给他一个挪不动的锚。红妆入梦，灯火封门。你干什么？你把所有的诡异能量都引向你自己！你死！你们继续闯接下来的副本，我不拦了。但这戏楼里的投影，一毫一厘都别想再出去。我会把自己困在这里，直到把这些东西彻底拦截。你这是在自杀。如果你出不去，副本就会崩溃，你也会被虚空吞噬。如果我出不来，至少龙国是安全的。滚！局长，投影在消失，但是苏先生的生命体征监测数值在剧烈波动。苏先生，苏毅，收到请回话，你不能把自己锁死在里面。谢瑶，告诉龙国民众，不用怕，接下来的路我会守着。我们一直都是被利用的棋子。警告！发现目标思想出现变动，立刻执行歼灭指令，不惜一切代价撕开空间裂缝。兄弟们，从现在起不听旧神的命令，我们自己找活路。别过来！我不是故意扔下你逃跑的，别找我索命！闭上眼，谁也不许看那面镜子。这家伙倒是个有故事的硬汉。
紧急通知！官方现发布诡异应对指南第2版，请所有市民立刻用红布将家中所有的镜子反光玻璃死死覆盖，切勿在深夜照镜子。反光玻璃死死覆盖，切勿在深夜照镜子。王大妈，快把镜子盖上，不要往窗外看。叛徒死！铁鹰，你疯了！醒醒！为了救神，杀叛徒死！被旧神彻底侵蚀的躯壳，只是一件毫无理智的杀戮工具。这出戏，看你们自己怎么收场了。都给我散开，掩护我！救神万岁！空间被炸穿了，通道打开了，快冲进去！出来了，我们真的逃出来了。我们活下来了，队长，我们用自己的力量打破了那个该死的戏楼。苏毅，你的狗屁规则也不过如此，什么绝对无解，在绝对的力量面前就是个笑话。不得不承认，最后还是得靠这股力量，救神的力量才是真理，救神就是最屌的，我们周末小队才是最后的赢家。系统血字，欢迎来到第2副本亦庄。我这是遇到鬼打墙了吗？苏毅，你到底做了什么？我们明明已经炸开了通道。队长，铁鹰，你怎么会从那里出来？猎鹰，还有雷诺，这不可能！他们明明死在不同的副本里，鬼戏楼、阴魂教铺，怎么会全都在这里？我们到底在哪儿？3座副本已经在空间维度上重叠了，死在不同副本里的人，灵魂无处可去，最终都汇聚到了这间义庄。这里现在是整个副本系统的存魂之地，你们的故人都在这儿等着呢。苏毅，破壁联盟的情报果然没错，你为了拦截投影，已经把自己死死困在副本里了。很好，今天我们就会在这里彻底终结你。我劝你们最好别动这里的一草一木，义庄的规矩比戏楼严多了，惊扰了这里的住客，救神也保不住你们。天哪，楼下怎么停着那么多白帆和纸马？我家的地下室什么时候多了一口黑棺材？规矩，我们救神的力量就是用来踏碎一切规矩的。死者为阴，火克之，焚毁尸体即可断绝副本因果，摧毁核心。执行神谕，烧了这些肮脏的尸体。
在异常纵火，这可是惊扰仙灵、大凶之兆啊！你们全完了。救命！队长！疯子，别打了！你们越打只会越激怒他们，快跑！懦夫，我们有救神的力量加持，区区几具会动的死尸能奈我何？用圣水，快用破邪圣水把这些鬼东西融化！这几位前辈生前本就死得极其憋屈，黑狗水这种污秽之物，接触到含冤而终的横死鬼，只会成倍激发他们生前残余的暴戾之气。在义章里，对死者要恭恭敬敬，这是最基本的规矩。可惜你们不懂。这怎么可能？好了，我好了。滚开！别过来！各位仙人，无意冒犯，莫怪莫怪，有怪莫怪。莫怪莫怪，莫怪莫怪，莫怪。还是有明白人的。晋一朝，不问生人问死人，上香即是续命。义庄是暂存亡者的地方，来到这里的活人，按照规矩应该是吊唁者或者守夜人，而不是敌人。上香磕头是对亡者最基本的尊重，用尊重换来安宁，这是千百年来老祖宗定下的规矩。你们在死人的地盘上动刀动火，不杀你们杀谁？死者就是死者，活人不该向死人低头，这是亵渎，攻击跪地的叛徒。上香是示弱的表现，救神的信徒绝不示弱。叛徒死！出口出现了，我们活下来了！香断命绝。神力和一招是互走的，救神的力量在这里只会催生死亡。只有不带任何救神力量的纯粹活人，只有抛弃那些所谓的神力，才能触发一招真正的善意。你战友腿上的尸毒已经攻心了，如果不赶紧清除，半个时辰内他就会彻底变成一具新的守夜尸。注意，只要你能救他，我什么都听你的。义庄是暂屯阳者的地方，但同时也有给活人守夜用的常备药物。那个柜子里有雄黄粉，至阳之物，可以压制他体内的尸毒。但你要明白，你要自己去拿。我现在不能动，我一旦离开这个位置，拦截向你们世界投影的阵法就会立刻断裂。
义庄者，暂存之所也。阴阳有隔，生死有序。活人入义庄，不可久留。日落前入，日出前出，方为正道。我明白了，义庄规则的核心根本不是什么死守，而是不可久留。墙壁收缩不是为了杀死我们，而是在催促活人离开，因为我们在这里待得太久了，阴阳已经开始失衡。你比之前进来的所有人都聪明。3座副本重叠后的义庄有了全新的规矩，你找到了关键。墙要合拢了，我们出不去了！旧神抛弃了我们，听我的，重新点香，但是绝对不能用旧神的力量，用活人血，用你自己血去点燃香火。这才是义庄本来的样子，活人守死人，死人护活人，阴阳各安其分，互不相扰。义庄的出口只有一个，就是你们面前的这扇送魂门，但要推开这扇门，你们必须完成最后一场仪式。请说。活人需要亲自为正厅里的每一口棺木写下一份悼词，不需要辞藻多么华丽，但必须绝对真诚。这是活人对亡者最后的尊重，也是送他们彻底安时的通行证。可是我根本不认识这些人，更不知道他们生前经历了什么，这悼词该怎么写？你们虽然不认识他们，但他们的故事早就刻在了棺木上。每一口棺材的侧面都详细记录着亡者从出生、成长到死亡的全部经过。你们用心去读完他们的故事，自然就知道该写什么了。一生戎马非所愿，愿来世做个农夫。逻辑可以解释万物，唯独解释不了命运。愿你安息。半人半神又如何？终究抵不过一个情字。旧神的力量是不允许他的信徒去尊重死者的。在旧神那高高在上的眼里，死者不过是力量的载体和一次性的炮灰，根本不配被悼念。你们看清楚了，旧神连让你们写下一句安息的话都不允许，还要做旧神的傀儡，为了他去死吗？坤沙，他一辈子把古曼童当成唯一的信仰，甚至不惜用活人献祭。可结果呢？他最终还是被这诡异的规则吞噬，变成了一张毫无生气的废纸。信神信鬼信旧神，我们自以为高人一等，到头来都不过是别人手里随时可以牺牲的棋子罢了。我劝你停手，割掉旧神印记，旧神会立刻感知到你的背叛，那种直接作用于灵魂的反噬之力，足以让你当场经脉寸断，暴毙而亡。那就死在这里。这口棺原本是给守夜人自己备下的后路。一章的规矩向来是生者死死者，但凡事皆有因果。反过来，一章也会在绝境中护住守夜人。你刚才不惜一死也要割掉旧神印记，等于用命向这里的亡者表了最重的悔。这座一章彻底接纳了你。你不走，门已经开了。我若此刻抽身，积压在这里的恐怖投影就会立刻重新涌向龙国。你们先走吧，下一关是阴魂教铺，那里的规矩比一庄更凶险，别死得太快。苏毅，你绝对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可怕的敌人的，你也是最让我尊敬的对手。你的肉身已经快到崩溃的极限了，强行拦截这股庞大的投影，你所付出的代价根本不是什么体力，而是你自己的生命力。就在刚刚这短短的几个时辰里，你已经透支了将近30%的寿元。我自然知道，但这股力量若是放出去，龙国的伤亡将会是天文数字。我不拦谁来拦？我当年也是如此。1000年前，为了封印旧神，
我在轮回面前生生耗尽了最后一口气，落得个魂飞魄散的下场。你作为我的转世，骨子里的执拗倒是一模一样，最终走的竟也是同一条不归路。少废话！你既然现身，一定有破局之法。有没有别的办法可以代替我维持这个阵法？有，但这世间万法皆讲究等价交换，这个办法的代价，甚至比直接透生命力还要惨痛。说，你只需集齐那7件信物，便能在此地布下上古遗留的镇魂阵。一旦阵成，阵法会自动汲取天地阴气运转，不需要你再亲自耗费心血拦截。但这阵法霸道无比，启动它需要一个绝对纯净且强大的阵眼，而这个阵眼必须是一个活人的灵魂。你的意思是让我用我自己的灵魂去当这个阵眼？如果用你的灵魂作为阵眼去填补大阵，你的肉身外界依然可以存活，甚至保持呼吸与心跳，但你的灵魂将永远被死死困在这无边无际的副本空间中，日日夜夜承受阵法运转的撕裂之痛，直到沧海桑田，阵法磨灭。那等同于你这个人虽然在现实中还活着，但已经彻底失去了自我意识，变成了一具如同行尸走肉般的植物人。让我再想想吧。诸位，形势比我们预想的还要严峻。过去短短的72小时内，全国各地共爆发了327起恶性诡异事件。报告副局长，民间的诡异应对互助会已经在全国30多个主要城市紧急设立了分会，大量的志愿者自发组织彻夜巡逻，分发辟邪物品。我们的战略物资储备消耗实在太快了，朱砂和上等年份的糯米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宣告彻底断货。怎么会？苏毅，你以为仅仅用几具发臭的死人骨头和这些过玩家般的落后规矩，就能挡住我降临的步伐？你想出来，有种就来踩着我的尸体过去！你们竟然在帮我！我们的悼词已经有人写了，我们不再是无处可去、任人驱使的孤魂野鬼。苏毅，别以为你赢了，下一关我会亲自出手，捏碎你这可笑的灵魂！谢谢。义庄本该就是这样安宁的地方，生者不扰，死者安息。你来了，最后一关了。这一关，你们和我谁都别想轻松过去。最后一关，我亲自陪你们玩。谢局长，高维能量读数正在呈指数级飙升，第3阶段诡异投影即将到来，模型预测，预计强度是前2次总和的10倍以上。发布全国最高级别预警，宣布龙国正式进入诡异应急状态。注意，
四周垂落的红绸是致命陷阱，触之必死。立刻利用战术装备脱离地面，脚不沾地，从屋顶通过此区域。队长，地面的投影太危险了，神明提示我们走屋顶，快！放开我！这东西在吸我的血！红装铺路，宾客入席。既然是来参加阴婚的，就得老老实实的走正路，送新娘出嫁。想走歪门邪道，真是不懂规矩。摧毁核心，为旧神扫清障碍。汉斯，回来！别碰那顶轿子！这是怎么回事？我这里是在哪里？难道他头……这里是梦境吗？我怎么又回来了？这不可能！阴婚的排场怎么能缺个抬轿的苦力？你们引以为傲的所谓神力，在老祖宗定下的规矩面前，连一层窗户纸都不如。警告：红盖头一旦落下，即代表定了名分，已被选中为送亲祭品。唯一生活途径，除非找到下一个替死鬼，强行转移诅咒名分，方可解除同化。卡尔，你要干什么？滚开！救神需要替死鬼，拿你的命来填。卡尔，你这畜生，放开他！滚开！别碰我！滚开啊！开门！给我开门！撑住！我马上救你出来！队长，救我！他们在扒我的皮！队长，求求你开枪杀了我！中式大婚讲究的是个排场，这送嫁的队伍里有了抬轿的苦力，怎么能没有贴身伺候的陪嫁丫鬟呢？既然主动进了我这绣坊的门，不穿一身漂亮体面的红衣服，怎么好意思出门见人？警告：前方掉落物品为阴婚嫁妆。根据副本底层逻辑，宾客若不捡起嫁妆，嫁妆将瞬间化作吞噬血肉的阴间陷阱，阻断前路。神谕降临，红教需要卡尔汉斯执行指令，用你们蕴含神力的血肉喂饱他，撑碎他。为了救神的荣华！停下！都给我停下！我们是战士，是特种兵，不是让你们这帮高高在上的怪物随意填坑的牲畜。救神算什么神？战士在救神的眼里，你们从来就不是什么战士，你们不过是一群随时可以丢弃用来试探规则的耗材，是最低贱的。想用含有神力的脏血来掀我的轿子，撑爆我的副本，你们也太看得起自己了。在我这阴婚的规矩里，你们连做资格都不配。救神，救命！警告！前方幽绿火焰蕴含高浓度灵魂灼烧法则，
任何活物触碰将瞬间灰飞烟灭。裂隙，立刻使用高爆 C4 炸药物理炸毁火盆，这是你生还并摧毁副本核心的唯一机会。执行命令。去你妈的救神命令！老子这辈子最后一次自己选怎么走。你确实比他们所有人都聪明，也比他们更懂得什么是真正的敬畏。你知道在这片土地上，守规矩才能活命，只可惜你终究是个活人。活人走阴间的路，这买路财，普通的黄白之物可打发不了，得用命来填。苏毅，你的防线已经被我从内部撕开了，你那些可悲的同胞注定要成为我重塑神座的养料。想拿龙国当养料，你怕是做梦还没醒。进了我的地盘，就算是高高在上的神，今天也得给我老老实实的盘着。以镜为眼，以物为基，镇魂大阵，给我开！这不可能！区区凡人的阵法，怎么可能锁得住神明？放开我！神明，在这片土地上，不护佑苍生的神就是邪祟！给我诛！嚯！苏毅，你不得好死！谢绝！全国诡异能量指数正在断崖式下降，1000、500、100归零，全国警报解除，彻底归零。赢了，我们撑住了，苏先生赢了。苏毅，你赢了。我这具化身确实出不去了，但既然我出不去，既然你非要护着他们，那我就让他们全都进来给我陪葬！救神，你竟然把整个龙国的人全都拉进了副本里，想用我定的规矩杀我护着的人，好得很。那我就把这副本的天给彻底翻了。这是哪里？大红灯笼，纸人宾客，难道这是？